这是一部深度剖析人性的超大尺度限制级反常规电影，历经多次删减才勉强上映，充斥着各种离谱的黑色情节，将人性的扭曲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彻底撕碎了人类的伪装面具。光是殴打诱发者这个电影名字，就会让人不自觉地进入深度思考。故事开始，一辆大奔行驶在人烟稀少的公路上，这个衣冠楚楚的老男人是一名声乐教授，一旁肤白貌美的女孩是他的学生。教授时不时地瞥向女孩诱人的双腿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刚闯了一个红灯。女孩善意的提醒他，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只有傻瓜才会按规矩办事。”听听这哪像是一个教授该说的话？可下一秒，一辆铁骑就追了上来，直接将教授的大奔逼停。起初教授还不肯承认违章，直到交警拿出画质感人的照片后，他才勉为其难地在罚单上签字。交警离开后，他便一脚油门跟了上去。罚单的事情让他在女孩面前丢了面子，于是等赶到交警的休息站时，教授果断摇下车窗，张口就是国粹，顺带又闯了一个红灯。等交警反应过来，他早已扬长而去。随后两人来到了一个风景优美、四下无人的地方。너무 조용해서 사람이 죽어도 모르겠네요. 걱정 마, 안 죽여. 呼吸了一番新鲜空气后，两人生起火烤上了土豆。原来女孩名叫小美，最近为了一个歌剧的表演，名额有求于教授，这才陪着她出来郊游，还天真的以为教授是要亲自指导。当然，起初教授教的确实认真，但没一会儿就以深度入戏为由直接上嘴，甚至还伸出舌头画重点，这可把小美给吓坏了，急忙跑回车里锁上了车门。教授见状，立马各种保证许诺。天真的小美果然打开了车门，殊不知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教授上车没多久就再次暴露本性，小美拼命的反抗也无济于事，甚至还被扯下了胖次。慌乱中，他摸到一部手机，拿起来便猛敲教授脑袋，这才找到机会下车逃跑。教授提着作案工具出来追赶，可小美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他只好回到车里等待。可忽然一只大鸟诡异的坠落在前面，紧接着一名邋里邋遢的男子出现，而且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的样子。他手拿一根带血的棒球棍，外加有脸黄牙披肩长毛，一副乡野匹夫的样子。他好像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大奔，径直走向刚才的那只大鸟。看大鸟好像还没死透，他就站在原地等待。忽然大鸟再次扑棱了起来，他直接一棒子将其打死。车里的教授一脸震惊，可长毛男忽然又从兜里掏出一只老鼠，并疯狂地灌着老鼠药，接着再将老鼠放走。看来这就是大鸟无辜坠落的原因。此时长毛男也注意到了大奔，教授感觉他像是个变态，于是缓缓摇上车窗并锁上了车门。长毛男趴到窗前仔细观察，可因为防窥膜完全看不到车里的情况，他甚至还往玻璃上吐了口吐沫，可擦了擦还是看不见。紧张的教授将手伸向小美的胖次，慌乱地揣进裤兜里，生怕自己丑陋的一面被外人发现。忽然长毛男看到教授他们刚才升起的火堆，发现里面有烤土豆子，便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逃走的小美在丛林里遇见了两个小混混，身旁的坑里还蹲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，两个混混对他拳打脚踢，接着把少年塞进一个袋子，最后直接开始活埋。躲在树后的小美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，而两个混混好像有点累，坐在坑边聊起了天。忽然发现袋子里的少年没了动静，本来是打算吓吓少年，没想到真的给整死了，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怎么了，将袋子扛上摩托就离开了。这个女孩第一次不穿内内走在乡间小路，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因为就在不久前她险些被无耻教授侵犯，这才沦落至此。好在遇见了一个看似憨厚的大哥，一番撒娇卖萌后，憨厚哥答应载她去附近的车站，尽管舒适度着实不咋地，但总好过腿着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刚才在树林里遇见的两个混混也来到了那个河边，原来他们和长毛男认识，看到大奔后同样是一脸兴奋，红毛直接搬起一个强森准备破窗，忽然大奔发动，直接把他给甩了个狗吃屎。接着教授就想开车逃走，可一不小心却卡在了沟里，教授只好强装淡定的下车理论，结果直接被长毛男给一棒子干趴下了。接着红毛和平头就开始搜身，发现了一个小圆盒，里面装着一些白色粉末，两人还以为教授没事的时候还吸点，谁知教授却说那只是咳嗽药。两个混混一听便随手给扔了，长毛男看到后立马捡了起来，并把咳嗽药倒掉，将自己的老鼠药装了进去。这时不远处憨厚哥竟骑着摩托载着小美回来了，原来他们全都认识，本来就约好一起在这里吃烤肉。小美和教授对视了一眼，却假装不认识，只不过小美是感觉与衣冠禽兽的教授相比，这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可能更值得信任，而教授则是怕自己的丑事被揭穿。憨厚哥让小美先和他们一起吃个烤肉，等会儿再送她去车站。小美勉强答应。这时憨厚哥也注意到了教授和他的大奔，上前查看了一番后，就钻进车里试图帮忙挪车，发现开不出来，还叫上所有人帮忙推，可最终还是徒劳无功。于是他就帮忙叫了附近的拖车。在得知教授是一名声乐教授的身份后，憨厚哥邀请他一起来吃烤肉，可还没开始呢，就看到长毛男在吃生肉，他当时就没了胃口。憨厚哥见状立马解释，长毛男就是个杀猪的，平时和猪接触的多了，自己也变得猪里猪气了。不过他当兵时被班长打过脑袋，所以才变得有点白痴。听到白痴俩字，长毛男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可憨厚哥仅仅用了一个眼神就让他没了脾气，显然他才是这伙人的老大。忽然他又接到一个电话，趁着这个空档，红毛和平头趴在教授身后议论小美好像没穿内裤，然后还试图上前搭讪。好在憨厚哥及时回来，两人才安分了下来。接着憨厚哥询问教授等会儿要去哪里，教授说要回首尔，还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捎小美一程。憨厚哥明显有点不高兴，不过还是询问了小美的意见。小美思考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跟着教授的大奔回去。憨厚哥又是脸色一沉，
但最终还是决定尊重小美的选择。教授见状连忙表示感谢，这下憨厚哥直接不乐意了，质问教授为什么要感谢他。教授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就在这时，后面摩托上的袋子忽然掉在了地上，憨厚哥直接让红毛他们打开袋子，看到袋子里的少年后，教授大为震惊。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大跌眼镜，这名少年好像经常遭受他们的欺负，让他干啥就干啥，简直就像一条狗一样被疯狂戏耍。他们甚至还拿石头不停地丢他。见少年累得气喘吁吁，还自称好心的让他休息一会儿，其实是要让少年在他们面前表演脱裤子。少年被要求当众脱下裤子，经常遭受欺负的少年只得照做。看到他腿上还绑着沙袋后，几个混混纷纷嘲讽他，这是要训练自己准备反抗吗？少年不敢说话，憨厚哥却又让他把胖次也脱掉。现场唯一的女孩小美终于坐不住了，认为憨厚哥有点太过分了。可憨厚哥却说这小子很有意思，让他往下看就是，然后再次斥责少年。少年被迫脱下胖次，可谁曾想憨厚哥竟让他表演绝活。这时教授也终于看不下去了，说没这个必要吧。谁知憨厚哥根本不鸟他，还扒开小美捂住眼睛的手。小美气得当时就要离开，结果又被红毛他们给抓了回来。这下憨厚哥也不装了，直接拿出刚才在车里发现的小美的学生证，说你们俩还假装不认识，以为我傻吗？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手段。当时就下令让红毛和平头去陪小美拔萝卜，同时让教授和少年决斗，还答应教授如果赢了就放两人离开，要是少年赢了的话，以后就再也不欺负他。说完自己就来到河边游起了泳。教授根本不敢和少年动手，当然此时他也顾不上小美，可少年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追着他舞动拳脚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教授揍得在地上打滚。此时少年好像从这次打架中激发了野性，想从哥哥那里学的跆拳道，他决定全面反击。第一个被放倒的就是趴在车窗前看戏的长毛男，接着是平头哥，狠狠几拳打得他也爬不起来，最后就是红毛，当然他也是被揍得最惨的一个。随后少年来到河边，憨厚哥也已经上岸，两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。没曾想小宇宙爆发的少年竟然把憨厚哥也给干趴下了，接着他开始挖坑，然后将4个混混全给埋在地里，只留下头在外面。教授见状啥也不管，一瘸一拐的就逃走了，而少年则开始往4人头上浇汽油，看来是要直接烧死他们。车里的小美见状急忙下车阻拦，可少年却暴怒地说道： 기절할 때까지 술 먹어봤어? 기절할 때까지 술 먹고 깨어날 때까지 맞아봤어? 가래침 들어간 만 먹어봤어? 살아있는 쥐새끼 먹어봤어? 就在两人争吵之时，地上的憨厚哥又醒了过来，扭动了一会儿，一只手就伸了出来，接着拿起一旁的铁锹狠狠敲在了少年的腿上。紧接着4人就又都从地里爬了出来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不过教授已经逃走，他们必须马上清理现场。另一边，教授又找到了最开始给他开罚单的警察，可等两人赶到河边时，现场早已没了人影，就连他的大奔也不见了。警察直接给了他一脚，然后骑上摩托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混混4人组正开着大奔去处理，忽然一声枪响传来，这不仅惊动了没走远的警察，大奔也直接侧翻。3个混混将憨厚哥从车里救出，而他则对着后备箱一阵猛踹，见没用就跑到车里一通乱按，后备箱还真的被打开了。小美和少年从中滑落，少年手中还拿着一把枪，拿着铁锹的憨厚哥却丝毫不慌，因为现在的少年几乎连举枪的力气都没有。可没想到小美却拿起手枪对准了他。小美说这事儿就这样算了吧，可憨厚哥明显不打算就此罢手，而且认为小美根本不敢开枪。这时那名警察终于赶到，在小美开枪前救下了憨厚哥，然后夺过枪推倒小美。可等他看到地上的少年，再看看地上的憨厚哥，他明白了咋回事。原来少年是他的弟弟，枪也是被弟弟偷拿的。弟弟早就告诉过他经常被人欺凌，起初他还不相信有人敢欺负警察的弟弟，可对方如果是憨厚哥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原来这名警察才是这一切的根源。在没当警察前，他是个比憨厚哥还可怕的恶人。当初他欺负最多的就是憨厚哥，可憨厚哥敢报复自己的弟弟是他没想到的。3个混混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吓得是瑟瑟发抖。这时教授也冲了出来，仗着有警察在，对几个混混一顿痛骂。可接下来警察却吓到了他，只见他靠上憨厚哥，一拳拳的往脸上招呼。때린 사람은 경찰이 됐어요. 이 새끼. 야, 근데 맞던 새끼는 아주 존나게 또 맞지? 最后直接拿着头盔猛拍，直到面目全非才停手。接着他又教训了另外3个混混，还从长毛男身上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圆盒，打开后毫不犹豫的舔了一口里面的粉末。教授见状急忙夺回圆盒，说是自己的咳嗽药。警察也懒得理会，背上弟弟就离开了。3个混混也扶着憨厚哥走了，留下教授和小美在风中凌乱。不过憨厚哥先前叫的拖车还真的来了，就这样两人在拖车的带领下也离开了。可画面一转，警察的摩托上只有弟弟一人，而警察却倒在了一旁的小溪里。看来耗子药是能毒死人的，可最后那瓶药不是又回到了教授手上了吗？所以他最后大概率也会被毒死。影片至此结束，这无疑是一部揭露人性的优秀作品。披着羊皮的声乐教授实际是个无耻低贱的下三滥，看似刻板正直的警官，却曾是个蛮横暴力的野人。混混等人的暴力行径都源于不堪回首的被虐史，以为会是用美色上位的女学生，其实是既贞烈又善良。
这部电影描述了一起因诱发者引发的事件，从侧面反映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诱发者。而整部电影最变态的地方就是，殴打与被殴打者都没有对与错，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暴力倾向，这是出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，在社会的教育之下，默默地藏在内心深处。